1542年的一个深夜，十几岁的女孩悄悄摸到了大明皇帝嘉靖的床边，他们手里没有刀，也没有剑，只有一根绳子。他们要做的是勒死这个天下最有权力的男人。你以为这只是明朝宫廷里一桩离奇的刺杀案？其实今天很多地方也常常栽在同一个地方，防得住外人，却看不见身边人。很多人以为古代宫女只要进了皇宫，就有机会被皇帝看中，从此改命。可真实的历史里，最弱的这一群宫女，差点成了最接近得手的刺客。这就是明朝史上最离奇的宫廷大案——绳银宫变。今天强叔就带你扒开它背后的真相，看一个13、14岁的女孩被送进皇宫之后，为什么最后会走到刺杀皇帝这一步。要弄明白这件事，得先把宫斗剧忘掉。在电视剧里，宫女个个光鲜亮丽，仿佛哪天被皇帝看上就能一步登天。可真实的历史没有那么多翻身，绝大多数宫女一辈子连皇帝的脸都看不清。她们干的是宫里最累、最不体面的活：扫地、挑水、洗衣、守夜、倒夜壶，天不亮就起，深夜还在忙。说白了，就是一群没有工钱、不能辞职、不能回家的人。进了那道宫门，很多人这辈子就再没走出来过。现在把你自己放进去，假设你出生在明朝一个普通人家，13岁那年，朝廷选宫女，选中了你。家里人嘴上说这是进宫享福，可你娘替你收拾包袱的时候，手一直在抖。进宫第一件事不是见皇帝，是先认一个管你的老宫女，喊她姑姑。她教你怎么站，怎么跪，什么时候能开口，什么时候必须闭嘴。你做错一点，轻则骂，重则打。你想家，可你连一封信都很难寄出去。最难受的其实不是累，是你忽然发现，从进宫这天起，你这条命就不归你自己管了。你可能觉得这不就是个辛苦的下人吗？不一样，一个普通人家的丫鬟做得不顺心，还能换个东家或者赎身嫁人。宫女不行，你没有辞职的权利，你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，你甚至没有自己嫁人的自由。进了这道门，你的去留、你的婚事、你的下半辈子都不再由你说了算。说白了，这不是一份辛苦的工作，这是一种被制度锁死的身份。而这样的宫女，宫里多的时候数以千计，她们大多10几岁选进来，要在宫里熬上很多年。运气好的，年纪大了，或许还能放出宫去；运气不好的，就在这片宫墙里，从一个小姑娘慢慢熬成一个老宫女，最后老死在里头。你不是完全没盼头，被皇帝看中，确实可能改命，但这点盼头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只是挂在高墙上够不着的一根线。更何况你偏偏赶上了一个特别的皇帝，而嘉靖这个皇帝比很多朝代的皇帝都更让人头疼。他叫朱厚熜，庙号明世宗。他年轻时并不算无能，可到了中后期，他几乎一门心思扑在求长生上。他信道教，信方术，信道士，也信丹药。更要命的是，他不是一个人在迷信，他把整个权力中心都拖进了这件事里。道士得宠，方士得势，逼得大臣想往上爬，光会办事还不够，还得会替皇帝写一种祭神求仙的文章，叫青词。青词写得好，真能当上大官。慢慢的，皇帝身边围着的不再是替天下办事的人，而是一圈伺候他长生欲望的人。整座内廷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封闭的世界，而在这个封闭世界的最底层，就是你这样的宫女。普通人迷信，顶多害自己；皇帝迷信，害的是整座皇宫。因为皇帝那点对长生的执念，会变成什么样的命令，你说了不算。可你得承受后世不少记载，把嘉靖晚年采选年轻女子进宫，和她求长生、炼丹方术联系在一起。有些说法认为，这些宫女后来遭受的折磨和所谓丹方有关。
为了迎合皇帝求长生的欲望，年轻宫女被卷进了一个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也无法反抗的局里。我得在这里提醒你一句，这些和宫变扯上关系的细节，后世记载很多，但争议也很大。正史里，朝廷从头到尾都没有公布这些宫女到底为什么要杀皇帝，官方给的说法只有2个字：谋逆。可有一个问题，怎么都绕不过去，如果日子还过得下去，10几个手无寸铁的女孩绝不会凑到一起去赌这一条命。为什么说是赌命？因为在那个年代，谋害皇帝不是普通的死罪，那叫谋大逆。一旦失败，不只是你自己活不成，你的爹娘、你的兄弟姐妹、你整个家族都可能被牵连。这是当时人人都懂的常识。所以你再想想，一个人明知道前面是悬崖，身后压着全家的性命，却还是选择往前走，通常只有一个原因，他身后已经没有退路了。退是被一天一天慢慢熬死，不退是拼一把，也许还能换一条活路。当拼命都成了相对划算的选择，这套系统其实早就把人逼到了墙角。在讲那一页之前，我得先告诉你一个细节，嘉靖最后能活下来，靠的不是森严的侍卫，不是守夜的太监，也不是闻讯赶来的皇后，靠的是一个绳结。对，你没听错，大明皇帝的这条命最后就系在一群慌乱的女孩手里，那个打错的结上。那一夜终于来了。那天嘉靖睡在一位妃子的寝宫里，灯火一点点暗下去，值夜的人也散了。杨金英带着几个宫女摸到了床边，谁按手，谁按脚，谁拉绳，他们早就在心里演练过很多遍。绳子绕上皇帝的脖子，几个人往两头一起使劲。嘉靖猛地惊醒，拼命挣扎，可他动弹不得，眼看就要成了，偏偏在最要紧的那一下出了岔子。据记载，他们慌乱之中把绳子打成了一个死结，越往两边拉，那个结越是收不紧，皇帝的命就卡在这一个绳结上。姑娘们彻底乱了，手在抖，呼吸乱了，脑子一片空白。就在这时，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怕到了极点，他趁乱跑了出去，一路去报了信。方皇后很快赶到，宫里乱成一团。嘉靖被解了下来，他已经昏死过去，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，是御医拼了命的施救，才把他从鬼门关硬拉了回来。这一夜，大明的皇帝差一点就死在了自己枕边人的手里。可活下来的嘉靖没有半点后怕之外的反省，等着这些宫女的是最重的刑罚。案子很快定了性，谋大逆。据记载，杨金英等10几名宫女全部被处以极刑，也就是凌迟。而且这案子并没有只停在动手的宫女身上，据记载，连皇帝身边有名分的后宫女人曹端妃、王宁嫔也被牵连进去，一同丢了命。有说法认为，曹端妃其实是被冤枉的，只因为那一晚皇帝恰好睡在她的寝宫里。你看，这场恐惧并不是只压在最底层，它顺着这座封闭的内廷一路往上蔓延，连皇帝枕边有名分的人都没能躲过。最让人后背发凉的还有另一件事，那个当晚把皇帝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御医，据明史记载，名叫许申。他救活了皇帝，自己却被那一夜吓得一病不起，没过多久人也没了。你看，这场风波过去，几乎没有一个真正的赢家。那嘉靖呢？他命是保住了，可他的胆也被吓破了。此后他干脆搬出皇宫，躲进了西苑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他更加深居西苑，极少公开临朝，也很少再回到从前那种没有防备的寝宫生活。日常的政务靠内阁和身边的宦官系统去运转，他自己继续修他的道，炼他的丹。天下最有权力的人从此活在了对身边人的恐惧里。所以你看，壬寅宫变表面上是一场失败的宫廷刺杀，但它真正讲的是一个系统。如果长期把最弱的人当成工具，
最弱的人最后也可能变成他最危险的漏洞。古往今来，没有新鲜事，高墙挡得住外面的刀，却挡不住墙内被逼到绝路的人心。最后，强叔想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你就是那晚被悄悄问到敢不敢一起的宫女之一，你会跟他们一起动手，还是低下头选择沉默？评论区告诉强叔，喜欢这种从历史里看懂现实的内容，记得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接着拆。